话说张天师张道陵为了寻求道之根本，带着徒弟王常四处拜访名山。一日，他们来到一座大山脚下，路遇三人骑马飞奔。张道陵见他们行事匆忙，想必他们定有什么紧急之事。刚刚的三位领头的名叫561，是当地的亭长。到了村庄，只见2具盖着草席的尸体躺在地上。据村长所言，死者并非本村人，是邻村的猎户。原来此山唤着云锦山，相传有一块神陨在此坠落，乃山神所化，另有神兽麒麟藏于山中。村民对山神十分敬畏，怕将其惹入降坠，因此不敢进山。武大人让他的跟班初一十五查看尸体情况，经过查验发现尸体并无外伤，不像是被野兽袭击。村民们却一致认为这是因为他们擅自进山被山神惩罚。这武大人也是个半吊子，挑开草席看了一眼便说，这2人是进山吃了毒蘑菇中毒身亡，就此结案。但张道陵觉得此事必有蹊跷，想让武大人重新审查此案。武大人让他们2人少管闲事，一言不合便抽刀。真想刀被张道陵2根手指夹住，轻轻一弹，钢刀直接断成2截。武大人见此道人非同常人，态度立马转变，同意在此验尸。经张道陵一番查验，只见尸体双瞳胀血，针刺神风穴有淤血外溢，得出结论，这2人是被过度惊吓致死。但奇怪的是，死者体格健壮，还是猎户，珍奇异兽想必也见过不少，被生生吓死，不得不让人心生疑惑。这时门外来了一位寻儿的老妇人，拜托张道陵一定要查出真相。张道陵见老妇人哭得撕心裂肺，便答应留下查案。后问武大人，除了猎户，还有其他人进过云锦山吗？于是武大人给他介绍了这位，是我的结拜大哥，大聪明。嘘，这山下人谁都到不了。哎，人回来了，却变成了傻子。在武大人的指引下，他们来到了本村的村医药爷家中。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，小小的村医家中竟然有金钱吊葫芦、龙血结等名贵草药。但药爷对他们的到来并不欢迎，更不愿提及山神之事，便让白雀、山虎送客。天色近晚，村长将张道陵安排在一个多年荒废的破庙之中。这时村口的大聪明见夕阳斜照，忽然大叫，山神来了。村民像见鬼一样纷纷跑回家中，闭紧门窗，就连村长和武大人也忙着逃走，这让张道陵师徒十分疑惑。到了晚上，一个黑衣人闯进庙中，二话不说，直接用刀刺向张道陵。黑衣人见这位老道功力深厚，自己根本不是对手，便放出暗器脱身而去。张道陵为了彻查真相，决定夜探云锦山。可这一系列诡异事件接踵而来。初一十五看到了神兽麒麟，2人好像着了魔，吓得武大人急忙找王常救命，却发现王常正与一石头人交手。而张道陵意外在山中发现了一个山洞，进入查看，原来洞内别有洞天，一块巨大的太岁生长在岩石上。他忽然觉得神志不清，出现幻觉。当他惊醒时，已经回到了药爷医馆，原来是药爷上山采药将他救回。出了医馆，张道陵偶遇一老乞丐向他讨钱，出家人哪有什么钱，只能用一块麸饼将他打发。第2天早晨，村民们发现家中的家禽一夜之间离奇死光，他们认为是道士上山触犯了山神，招致天灾，要求村长快点赶道士离开村庄，要不然下次死的可就是他们了。来到市集，张道陵再次遇到老叫花。上次张道陵就已看出这位衣衫褴褛、蓬头垢面的乞丐不是凡人。这世间本就真真假假，看到的未必是真的，但听到的可能全都是答案。当张道陵回过神来，老叫花早已消失了踪影。他们再次回到云锦村，向村民解释一切，让大家陪同一起上山。
如若真有山神，他愿以身献祭。行至山中，大家看见一头巨大的麒麟神兽，吼声震耳欲聋，村民们惊恐不已。张道陵解释：“你们看到的只不过是幻想而已，我们眼前所见不过是幻象而已。”让王常用针封住众人的银箱，封12穴。果不其然，麒麟消失了。张道陵向村民解释，这山中草木异常都是受到陨石的影响，其中也包含了这块硕大的太岁。而大家看到的麒麟，正是因为闻到太岁的气味产生的幻象。那天晚上，初一和15看见麒麟，而武大人并没有，是因为那晚他得了风寒，孔窍不通的原因。正当大家好像是明白了怎么回事了，那个巨大石人出现了。原来这个石头人是珊瑚所扮，这一切的导演者正是药爷。多年前，他的儿子战死沙场后，藏尸家中，用药材保其肉身不腐。他相信麒麟送子的传说，希望儿子能死而复生。后来天降陨石，药爷为了不让村民发现让人产生幻象的太岁，就编造了麒麟山神的谣言。当夜夜袭张道陵送出纸条的，正是他的女儿白雀。为了不让张道陵师徒继续插手山神仪式，他就让珊瑚假扮山神，杀光全村家禽，让村民误认山神发怒，借他人之手把他们逐出云锦村。其实药爷也是可怜之人，他同样是受到太岁毒性的蛊惑，在药爷眼中的幻象正是他的王儿。一切真相大白，张道陵告别村民，出了村口，老叫花再次出现。张道陵经老叫花点醒，茅塞顿开，决定留在云锦山，见山顶祥云，好似盘龙卧虎，改云锦山为龙虎山，在此潜心修道，终成一代天师。本期的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，这里是新印象电影，我们下期见。